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大约在7、8年前有分享过一支如何让不锈钢锅变成不粘锅的影片。那支影片得到很多的回响，很多人成功，但是还是会遇到一些小问题、小状况。到现在都还有人留言在问我，为什么我热锅了，但是我的不锈钢锅还是会粘呢？今天这一集算是一个问题总整理。如果这一集的问题你都可以解决，你的不锈钢锅应该是可以不粘。锅具要造成物理性不粘的原理是相通的，就是锅具需要烧热，让油进入锅具的毛孔当中，形成保护膜。那锅子到底要烧多热？简单说，就是要达到一个物理的现象——莱顿弗罗斯特定律，又称为赖登符现象。当液体接触一块远超过它沸点的物件，它会产生一层有隔热作用的蒸汽，使得液体沸腾的速度减慢。不锈钢锅肉眼看起来有光泽又光滑，但其实用放大镜来看，表面有非常多细小的缝隙跟毛孔，如果没有加热到正确适当的温度，然后人造的这层模拟不粘涂层的油脂也不够厚的话，锅子上的毛孔很容易紧紧抓住食材，造成粘黏。所以首要要先把锅子加热到正确的温度，通常就是中火加热锅具，然后做水珠的测试。当锅子加热到莱顿弗罗斯特现象的时候水珠会集合成大水珠状，然后可以慢跑在锅子当中。影片上面可以看到，它是整个锅底都可以顺利的这样子滑动，这样就表示你的锅子温度是非常正确的，一定要加热到这个状态才可以下油。但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阶段就错误了，通常温度是不够的，但还是要有个前提不锈钢锅要有一定的制成水准，通常会是复合金的不锈钢锅，而且导热要相当的均匀。如果导热不均匀的不锈钢锅，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加热到大水珠状。顺道一提，这时候的红外线测温枪有可能无法精准测量到锅子表面的温度。给大家看一下常见的错误，很多时候没有耐心可能测量到的水珠很快的蒸发，这时候锅温是还没有到达的。你看这一次里面的水珠甚至还很难蒸发，表示锅温太低了。这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就是继续的把锅烧热然后继续的做测试，然后不要搞错了，这个阶段只是在加热锅具，并不是空烧空烧指的是长时间持续性的高温加热，我们加热到就会转小火，不能称之为空烧。小水珠快速的跳动表示锅温还是不到，还是要有耐心的继续加热，继续测试，就是要测到正确的水珠状态。很多人等不及在这个阶段就下油，那肯定你等一下煎东西一定会粘。可能炒个菜你看不出来，因为蔬菜啊、蛤蜊啊、虾子之类的，它们表面有壳几乎怎么样都不粘。你看看，有耐心等一下就会成功你看这个水珠非常的漂亮，这时候就是成功的状态。你看它在锅底跑每个角落都不会蒸发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转成小火。如果这时候保持大火食材还是很容易烧焦的，而且太大火锅子非常容易发黄。发黄之后的还原可以看另外一部影片，这时候可以自制柠檬酸水来还原。大火不只是锅具容易发黄，还容易让锅体结构变形，一定要避免。就是温度到达之后把火力调中或是小。你看这个水珠的状态就代表它的锅温非常非常的稳定。这个第一阶段的热锅就算是正确又完美了。用厨房纸巾吸掉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加油。使用不锈钢锅，油量绝对不能太少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要用人造的方式创造一层物理性的不粘涂层，特别是在煎水分含量高的食材，食材的水分越高，你需要创造出来的这层物理性的油膜就要越厚。好比说你在煎一条马头鱼，马头鱼几乎是所有鱼类当中最难煎的鱼，因为它鱼肉特别嫩，水分含量特别高，创造出来的这层油膜绝对要够厚，就好像你人工造出一层厚厚的不粘涂层一样。这也就是你会发现到奇怪，就是在煎某些食材的时候，油量很少也可以不粘，但是为什么某些食材一加入就特别粘锅？我们来煎个荷包蛋，水分含量中等，油量还是要够，
很多人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食材一下锅之后呢，很快就想翻动它，太快翻动一定会粘锅，一定要让食材接触锅跟油之后，让表面预热定型，也就是等食物造成一个壳的概念。等到接触面好像造出一层壳之后，你就可以轻易滑动了。大部分的人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缺乏耐心，太快想翻动食材了。食材下锅急着翻动的话，表面还来不及凝结就来不及形成一个壳，当然就容易粘锅了。打成全蛋液的整体水分含量，因为比单独煎荷包蛋蛋白的水分含量还要少，所以用全蛋液来炒蛋会比煎荷包蛋更容易一点，然后用油量也可以比较少一点点。这也是在煎鱼或是煎豆腐的时候，可以在表面抹一点全蛋液，可以更好煎，更不粘锅。然后提醒不锈钢锅还是要注意，尽量不要刮伤或是刻意敲打它，因为毛孔、刮痕、孔洞越多，你就要用更厚的油去修补它的孔洞跟刮痕，这样就会增加你的用油量，也就是说刮痕孔洞会增加粘黏的机会，尽量要避免。那这个板豆腐呢，为什么煎起来这么顺畅？除了热锅油量正确以外，我刻意在料理前把它压了重物，让它水分释出更多，让整体食材变得更干爽。主要是因为食材水分高，一下锅之后呢，会把锅温拉低。我们要让温度很快的回升就是要让食材的水分尽量被控制好。所以有些时候会在食材外面抹盐啦、抹淀粉啦，或是像刚刚说到的沾裹全蛋液啦，或是彻底用厨房纸巾擦干水分，这些动作都有助于食材不粘黏。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食材在下锅前一定要退冰到常温，好不容易烧热到正确的锅子表面，瞬间因为食材温度过低而降温，肯定会粘锅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，就是食材摆放过多的问题。不要把锅挤得太满，食材太多，锅温容易急速下降，就会失去莱顿弗罗斯特效应所产生的效果，没有办法靠水蒸气把食物给撑抬起锅面，然后锅边呢通常没有锅底热能那么直接，所以食材通常不要太多，挤贴在锅边的通常很容易粘。以上刚刚提到的这些点荧幕上方给大家做个文字的总整理，你可以仔细检视一下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习惯上面有出错，才会造成不锈钢锅粘黏的问题。基本上这些点都注意到的话，你的不锈钢锅应该可以顺利成功变成不粘锅。最后我们来煎很容易失败的鱼，然后把常见的错误示范给大家看。第一个错误有没有发现了？就是食材太大了，都超过锅底。煎的明明是水分含量很高的鱼，但是我就用一点点的油，光这样看我都可以猜到头尾的部分一定会粘黏。第一面的时候我刻意煎久一点让它表面造成一层壳，所以鱼呢还可以勉强顺利的滑动。然后煎鱼的过程非常容易产生这些粘到锅底的物质，料理上会称作 fond。我们通常会运用 deglaze 的方式除掉这个 fond变成一个酱汁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油分不够，然后鱼肉释出的水分也很高，甚至鱼皮还有胶质，非常非常容易粘黏。如果不注意到每一个重点，煎鱼真的很难不粘。改善的方法除了正确热锅、油量足够、鱼要回温到常温，大小不要超过锅底，再来就是想办法帮助鱼造壳，比如说抹盐脱除水分，裹上淀粉，或是表面涂上全蛋液，都是帮助鱼表面凝结造壳的好方法。如果以上完全不想做到的话，那你还是买一只不粘锅来煎鱼吧。这个锅底黄色的物质就是刚刚提到的 fond， 加点水或高汤做 deglaze 也可以。不想做的呢，就直接加入热水来洗锅，可以加入1小匙的小苏打粉浸泡搅拌一下，会变得很好清洗整个污垢很容易松脱溶解掉。反正就记得热热的锅不要马上冲冷水，除了温差太剧烈容易破坏锅体，毛孔瞬间收缩也很容易卡污垢所以就是像我们洗脸一样，用温热的水来清洁，就可以把毛孔彻底洗干净。也不要用太粗糙的东西来清洗避免产生更多更深的刮痕。洗干净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。虽然叫不锈钢锅，还是有可能因为太潮湿而生锈擦干之后不要做任何的保养，也不要上油，保持清洁干燥就是最好的保养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拜。